为什么很多的中风偏瘫病患的康复进度和效率不太理想？根据我的经历，主要原因是他们都错过了脑神经重塑的关键期，通常是中风后的第1个月内。中风导致的偏瘫，本质上是大脑运动中枢的神经元死亡或传导通路中断。肌肉本身通常是完好的，但大脑发不出指令。所以偏瘫后的初期复健、康复训练主要不是锻炼肌肉，而是重新组装大脑的操作系统。如果没有重塑建立的新通路，复健就变成了对着一台没插电源的机器喊口号。只有重塑先建立了微弱的信号连接，后续的反复训练才有东西可强化。复健练的是信号的强度，而重塑提供的是信号的路径。康复初期的神经重塑是指大脑在受损后，利用其可塑性来重组和修复自身神经网络的过程。在中风后1个月内进行复健，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大脑内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分泌达到峰值，这相当于大脑在主动释放生长化肥，此时神经元的连接极其容易建立，它急切地等待正确的输入。当大脑正处在经验期待的敏感期时进行复健，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复健训练1小时，可能抵过半年后练10小时。这也是康复界强调黄金期的根本原因。如果错过这段关键期，病患的康复训练效率和效果会显著下降。这是因为大脑自发的修复信号，如促进生长的基因表达逐渐减弱，而抑制生长的信号开始增强。而且中风后，如果患者长期不动患侧，健侧肢体的感觉运动会抢占患侧原本的大脑地图空间。如果没有早期神经重塑的引导，大脑会自行发生不良重塑，如过度依赖健侧、异常痉挛模式固化。一旦这些错误的连接被固化，后续复健的首要任务就变成了纠正错误，这比新建要困难得多。早期的正确的神经重塑过程是在有意识地通过正确的运动输入，引导神经连接往功能性恢复的方向生长。以我为例，在中风的第3周就让上门服务的中医师开始了初期的康复训练和针灸。在没有训练的时间，我自己也会时常进行意念运动训练，在患肢不动的情况下，闭眼用大脑反复专注地想象患侧手脚抬起或移动的动作。研究发现，这能激活与实际运动完全相同的脑区，帮助修复受损的运动传导通路。起初病患会感觉患侧手脚有移动，实际上是没有。这时病患和家属不必感到沮丧，这种幻觉是恢复神经和肢体连接的过程。过一段日子，信号增强后，移动肢体不再是幻觉。我抓住了那所谓的黄金期，我的脑神经和肌肉关节之间很快的就产生了联系，从微弱的信号渐渐变成可以活动肢体。如果要通过涉险 Parkinson 的资助进入康复中心做复健训练，有时候需要花1到2个月来申请和获得批准。对于瘫软在病床上的病患，如果在等待的期间没有获得任何的脑神经重塑训练，后面的康复效果就不太理想。如果家人能够在这期间找到能上门的合格康复师或中医师来给病患进行重塑脑神经训练，对于病患后期在康复中心的复健训练会带来很高的效率。我在中风后的第4个月中进入康复中心进行1个星期3天的训练，每天训练不超过3小时。没有到中心的日子，就自己在家里跟着在中心学来的运动来做。不过在神经重塑的最早期，尤其发病后3周内，有一个反对过度训练的原则。当患肢完全处于软瘫期，毫无肌力时，不要急于进行高强度的负重或反复牵拉。如果强行用健侧带动患侧做剧烈甩动，会导致大脑接收到失控的异常信号，反而会强化异常的屈肌痉挛模式。这也许是我很早就进入痉挛期的导因，因为心急而过多运动患侧。正确做法，每次训练以不引起明显疲劳和疼痛为度，一天可分多次，如5至6次，每次10至15分钟，重点是动作的质量而非数量。因为神经重塑依赖的是重复的正确输入，而不是肌肉的耐力训练。总结一句话，复健是开车上路，而神经重塑是重新修建通往目的地的道路。如果没有路，比如重塑，
车比如肌肉，再有力也到不了终点。如果路修歪了，不良重塑，车开得越快，过度训练，翻车、痉挛加剧的风险就越大。因此，在康复初期，所有的复健设计都必须首先服务于引导神经重塑这个大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肌力或步速。抓准了这个逻辑，后续长达数月的复健才有了明确的方向。谢谢观看。